你每天习以为常的8小时工作制，在1886年的美国工人眼里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在当时的美国资本巨头眼中，工人就是燃料，每天高达12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有时候甚至14小时。在芝加哥的钢铁厂和纺织坊里，工人们在机器旁从日出熬到深夜，甚至要在轰鸣声中站着打盹。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最低保障，企业主通过一种近乎控制的逻辑，将工人的生活牢牢锁死。他们不仅在工厂工作，还必须住在公司盖的简陋宿舍里，甚至要在公司开的商店里购买高价生活品。此时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正坐在那张堆满账本的办公桌后，他对待工人的态度就是冷若冰霜。克利夫兰坚信，工人和老板之间的雇佣关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契约。在他看来，你愿意干12个小时换取那份口粮，这是你作为自由人的选择。政府如果强行规定8小时，那就是在破坏自由竞争的纯洁性。他在第一任期内对工人请愿者保持着一种高傲的沉默。此时他的态度是，我可以帮你砍掉铁路大亨非法霸占的土地，也可以为了你的税金暴躁手脚不干净的政客，但我绝不会为了你的眼泪破坏我的原则。在他的世界观里，我已经给你们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你没本事是你的事，有本事你自己也可以开工厂。到了第二任期的克利夫兰更是直接掏出40米大长刀砍向了工人，甚至说出那句让全美工人吞下血泪的话语。如果需要动用全美国的陆军和海军才能在芝加哥递送一张明信片，那么那张卡片也必须送达。从此那个游荡在欧洲的幽灵来到了美国，他用思想开始武装美国的工人们。在1860年代初，美国的劳工就像散落在荒野的火星，虽有愤怒却无合力。一直到了1869年，美国的费城，在一间昏暗的裁缝铺里，一个叫尤赖亚斯蒂芬斯的老铁和几位同事悄悄关上了店门。当时的美国，任何形式的集体维权都会遭到解雇，甚至法律的清算。为了生存，斯蒂芬斯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他们用一种特有的仪式，成员之间有秘密握手的方式、暗号和文章。这种神秘感在当时有2个作用：一是防范渗透，保护成员不被工厂主列入黑名单；二是赋予尊严，让一个每天在缝纫机前低头12小时的裁缝，在深夜里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身披荣誉的骑士。于是他们将自己这个组织起名为劳工骑士团。在那个种族歧视和行业隔阂深重的年代，劳工骑士团干了一件极其超前的事。打破族群关系，与当时那些只招收熟练技工的小工会不同，骑士团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无论你是技术工还是搬运工，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甚至是女性。他们的章程里有一条著名的规定，律师、银行家、投机商和酒商不得入内。在他们看来，只有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才配称为骑士。他们开始建立图书馆、办夜校，在煤油灯下，他们不仅仅讨论生计，更在推演对美国未来的打算。1879年，由于第一任领袖斯蒂芬斯想让组织保持隐修状态，而时代已经不等人。一位名叫特伦斯·鲍德利的机械师接过了大印，鲍德利废除了大部分秘密仪式，让骑士团走向半公开化，人数从几万人瞬间激增到70多万人。正是在鲍德利任内，骑士团开始将所有的能量聚焦于一个点，缩短工时。他意识到，长达10几个小时的劳作让工人彻底失去了思考和学习的能力。1884年，劳工骑士团与各方力量达成了共识，他们没有选择即刻爆发，而是展现了惊人的战略定力。他们知道，如果想让克利夫兰那种硬汉低头，需要的不是愤怒，而是不可撼动的意志。他们把时间点定在了1886年5月1日，此时他们还有2年时间准备。在1884年到1886年之间，美国的酒馆承担了某种神圣的职能。那些刚下班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的搬运工和矿工聚在昏暗的酒馆下，他们手中拿的不是酒杯，而是劳工骑士团分发的教育手册。筹备者们非常聪明，他们不跟工人谈复杂的经济学理论，只算一笔最简单的账。如果你每天工作14小时，睡眠6小时，剩下的4小时除去通勤和吃饭，你还剩下多少时间去当一个父亲、一个丈夫？这种讨论让工人意识到，他们失去的不只是时间，而是作为人的尊严。当时的美国工业区就像个小巴别塔，德语、波兰语、意大利语、捷克语此起彼伏。如果信息无法穿透语言障碍，筹备就是一盘散沙。劳工骑士团动员了大量的双语志愿者，他们潜伏在移民聚居区，把1886年5月1日这个日期用6、7种语言印在巴掌大的纸条上。这些传单通常藏在饭盒底层，或者缝在衣服衬里，在工厂主严密的监视下，这些纸条像病毒一样在车间里无声传递。当一个波兰搬运工和一个德国铁匠在休息时交换眼神，伸出8字形手指时，一种跨越国籍的地下契约达成了。在这2年里，无数家庭开始进行一种近乎自虐的储蓄，工人们每天从微薄的薪水中省下1两美分，投进组织的互助基金。妇女们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她们缝补旧衣，精打细算每一块面包，只是为了在那个预定的日子到来时，家里能有撑过长时间停工的余粮。就在这个项目进入倒计时时，克利夫兰和资本大亨们表现出了一种令人费解的逻辑傲慢。克利夫兰在1885年的日记和往来信件中，依然认为这只是一场由于缺乏纪律而注定失败的幻想。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官，35万人是不可能准时联动的。他们看到了工人聚会，看到了传单，但他们唯独没看到工人们。此时已经凝聚了一股不可撼动的信念。这种轻视让美国的权力层错失了最后一次与劳工达成温和契约的机会，任由火药桶被填满到了最后1寸空间。到1886年4月底，全美工业区的空气已经凝固了。
工人们在那2年的深夜里讨论的是家庭、面包和尊严。他们以为只要组织足够精密，只要步伐足够整齐，文明的基石就会向他们倾斜。他们甚至在5月1日的前夜还在叮嘱彼此不要带任何硬物，我们要用最体面的方式去迎接我们的时间。然而他们筹备了组织，筹备了勇气，却唯独没有筹备到冷酷。1886年5月1日终于到来，全美35万劳工在同一时刻放下了手中冰冷的扳手。他们的诉求很简单：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归自己。当天早晨，原本轰鸣的麦考密克收割机场、大型肉类加工厂、铁路货场全部陷入了死寂。35万劳工走下了生产线，其中芝加哥就有约8万人。他们没有拿砖头，没有举火把，而是穿上自己最体面的衣服，打着领结，挽着妻子，走上了密歇根大街。他们排成整齐的方队，迈着沉稳的步伐。他们想用这种秩序告诉全世界：我们不是破坏者，我们是这个国家财富的创造者。现在，我们要回属于自己的8小时。在长街两侧的高楼之上，资本巨头们正站在落地窗后，冷冷地俯视着这股洪流。以收割机大王麦考密克为首的企业主们并没有坐在谈判桌前，相反，他们在工厂围墙内架起了机枪，雇佣了大量的平克顿侦探。这是一支臭名昭著的私人武装。资本方的逻辑极其简单：不妥协，不对话，等待崩溃。他们认为，只要切断工人的经济来源，这些背负着房租和面包压力的底层人，最多撑不过3天，就会乖乖回来跪求工作。资本控制的报纸在当天紧急加印，将这群追求休息时间的父亲们形容为受国外思想教唆的暴徒，企图摧毁美国家庭价值观的无政府主义者。此时的总统克利夫兰正坐在白宫的办公室里，翻阅着来自各地的急电。随后他做出了决定。此时克利夫兰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罪名，资本家的枪口已经在暗处瞄准了领头者的胸膛。这种体面的对垒仅仅维持了不到48小时，就在5月3日的工厂门口溅出了第一滩血。就在冲突爆发的一瞬间，躲在工厂暗处的枪口和埋伏在附近的警察动了。芝加哥警察和工厂雇佣的武装侦探迅速包围了人群。为了平息这种对私有财产的威胁，他们直接向手无寸铁的工人方阵开了枪。在密集的枪声中，2名工人当场倒在血泊里，另有数人受重伤。那些曾经在筹备期反复叮嘱不要带铁器，要保持体面的领袖们，此刻看着同伴破碎的躯体，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克利夫兰的竞技场里，资本家可以动用武力保护利益，但工人连站着的权利都没有。消息传回白宫时，克利夫兰的反应让所有人感到了刺骨的寒意。他没有下令调查警察是否滥用暴力，而是第一时间翻开了那份早已准备好的罪名。在他看来，只要工人群体冲击了私人财产，他们就从请愿者变成了劫匪。这一天晚上的芝加哥，没有一个工人家庭能平静入睡。那2名死者的名字在每一个地下室里被反复念叨，变成了一种复仇的魔咒。那一夜，一份带有浓烈悲愤色彩的传单，名为复仇传单，上面写着：工人们，穿上你们的衣服，拿起你们的武器。最后的集结地5月4日晚，甘草市场广场。克利夫兰以为他用子弹和卷宗维持了公平，却不知他亲手将那些原本只想多休2小时的父亲们逼成了一群满怀死志的复仇者联盟。经历了前一天工厂门口的流血事件，工运领袖们在甘草市场广场组织了一场抗议集会。讽刺的是，当晚的集会原本预计有2万人参加，实际上只到了3000人。晚上10点左右，就在集会即将因为下雨散去时，180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突然以每秒8棍的速度强行驱散这群工人。此时，一枚土制炸弹从人群的暗处飞出，精准地落在警察方队的中央。伴随着一声巨响，1名警察当场被炸死，最终死于并发症的共有7人。随后，极度惊恐的警察开始无差别地向四周的人群疯狂开火。爆炸发生后，全美陷入了疯狂的报复情绪。此时的总统克利夫兰表现出了一种极具压迫感的冷酷。克利夫兰默许了司法部门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突袭工人的住宅，抓捕了数百名所谓的不法分子。最终，8名工运领袖被推上了被告席。尽管法庭承认这8人中大多数当时根本不在爆炸现场，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制造了炸弹，但法官宣布，你们的思想教唆了凶手，所以你们等同于凶手。他要用这8个人的命去平息资本的恐惧，去赎回那张名为秩序的账单。1887年11月11日，在这场审判进行了1年后，4名被告被送上了绞刑架。在5月1日之前，大家迷信的是劳工骑士团那种带有神秘色彩、追求温和改良的模式。但血色5月之后，工人们发现体面的请愿在冷酷的资本面前毫无意义。劳工骑士团因为无法保护成员，且在冲突面前左右摇摆，迅速失去了信任。于是，一个以塞缪尔·贡波斯为首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开始接管战场。但1886年5月1日这个日子意义非凡，这个日期的火种被带到了欧洲。1889年7月，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恩格斯等人在巴黎召开了第2国际成立大会。来自美国的劳工代表在会上提议，为了纪念1886年芝加哥罢工的烈士，应该把5月1日定为国际性的劳工日。大会最终通过决议，将1890年5月1日定为第1个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欧洲各国的工人都走上街头。五一节正是从一个美国的局部冲突升级为全球性的制度化节日。在接下来的1888年大选中，
原本支持民主党的工人阶层大面积倒戈。他们发现，既然克利夫兰不给温情，那他们宁愿选择那个虽然虚伪但承诺高关税、保就业的共和党哈里森。但是令工人没想到的是，他们所选的哈里森还不如克利夫兰。哈里森在位期间，各种政客手脚不干净事件层出。于是1892年，克利夫兰再次回到总统宝座。但是由于哈里森的一顿乱搞，让美国爆发了1893年的经济崩盘。普尔曼公司削减了工人25%的工资，但由于镇上的公寓、商店都是老板开的，房租和物价1分钱没降。扣除房租后，有些工人的周薪只剩下几美分。工人们派代表去找老板普尔曼谈谈，结果代表当场被开除。1894年5月，愤怒的工人放下了工具，他们加入了2年前刚刚成立的由德布斯领导的美国铁路工会。这一次，工人们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组织逻辑，他们明白，只要铁路不转，美国的血脉就会枯竭。全美12万铁路工人宣布，只要火车上挂着普尔曼公司的车厢，我们就拒绝发车。铁路公司也硬碰硬，他们故意把邮政车厢和普尔曼车厢挂在一起，这意味着如果你拒绝开动火车，你就在阻碍联邦邮政。短短几天内，从芝加哥到太平洋沿岸的27个州，铁路交通彻底瘫痪。面对这种窒息式的封锁，克利夫兰表现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决绝也最受争议的决定。当时伊利诺伊州州长阿特格尔德同情工人，认为当地警察能搞定，拒绝请求联邦派兵。但克利夫兰找到了那个著名的法律支点联邦邮政，并且抛出了那句名言：即使需要动用全美国的陆军和海军来递送一张明信片，我也在所不惜。1894年7月，克利夫兰绕过地方政府，派遣2500名联邦军队进入芝加哥。这是美国历史上总统第一次在没有州政府请求的情况下，动用军队干预国内纠纷。军队的介入让现场变成了真正的战场，愤怒的工人掀翻了车厢，点燃了信号弹，而军队则架起了机枪。在随后几天的冲突中，约30名工人被射杀，数百人受伤。克利夫兰不仅动了枪，还动了法。他利用联邦法庭下达禁止令，宣布任何支持停工的行为都是非法合谋。最终，领袖德布斯被捕入狱，他在伊利诺伊州的监狱度过的6个月。克利夫兰原本想通过入狱来彻底禁锢德布斯的影响力，但讽刺的是，监狱反而成了德布斯的避风港和研究所。让德布斯身陷囹圄，但他成了全美关注的焦点。来自世界各地的劳工支持者往他的囚室里寄送了各类书籍，在那里，德布斯第一次系统性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这本厚重的著作中找到了解释克利夫兰为何如此冷酷的逻辑密码。他意识到，克利夫兰并非针对他个人，而是作为资本秩序的守护者，必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1895年11月，德布斯出狱，那天的情景足以让华盛顿的政客们感到恐惧。尽管那天下着雨，芝加哥依然有10万名群众自发聚集在车站迎接这位囚徒，他们把他抬上肩膀，像迎接归来的英雄。德布斯在出狱演讲中正式宣布，他不再相信单一的行业抗争，而是要通过改变美国整个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公开呼吁工人们不仅要控制工厂，更要控制选票。既然克利夫兰可以用法律让他们非法，那工人们就必须进入政府，去制定保护自己的法律。他表示，我进监狱前是一个单纯的工会成员，我出狱时是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这句宣言成了那天演说的最高潮。他租了一列火车，漆成鲜艳的红色，横跨美国大平原。每到一个小镇，成千上万的农民、矿工和流浪者会等在铁轨旁。他告诉那些被哈里森的关税坑苦、被克利夫兰的刺刀吓怕的人，你们手中握着的不是选票，而是夺回工厂和土地的收据。从1900年到1920年，他连续5次参加总统大选。虽然他从未赢过，但他却是美国历史上虽败犹荣的播种者，甚至后来直接改造了美国。1918年，一战已经爆发，德布斯在俄亥俄州发表了一场著名的反战演讲。他冷冷地指出，在这个世界上，上层阶级总是挑起战争，而付出代价的永远是劳工阶级。威尔逊政府以间谍法起诉他，认为他妨碍征兵。在法庭上，德布斯拒绝收回这句话，于是他被判处10年监禁。1920年大选临近，虽然德布斯人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但社会党依然推选他为总统候选人。德布斯在牢房里拿下了约913693张选票。1921年，继任的共和党总统哈定终于意识到，继续关押这位70岁且深受爱戴的老人是政治自杀。哈定在圣诞节赦免了他，并邀请他去白宫做客，感叹道：“德布斯，我必须见见你，你是个多么有趣的硬汉。”就在1920年，德布斯在狱中拿下100万选票时，38岁的罗斯福正作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在全美拉票。罗斯福亲眼目睹了这种囚徒的力量，他在这100万张选票里读到了：如果一个国家只讲克利夫兰式的冷酷规则，而不讲德布斯式的社会温度，那么最终规则会被选票彻底淹没。1929年大萧条后，资本主义面临彻底崩溃。罗斯福意识到，如果不把德布斯当年提倡的那些方案变成法律，美国真的会发生德布斯预言的革命。后来，罗斯福签署了公平劳动标准法，确立了8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法。这些法律的每一行字，其实都是用德布斯当年的传单写成的。1935年，罗斯福签署了全国劳资关系法。这本法律明确规定，工人集体谈判、组建工会的权利受联邦法律保护。德布斯当年因为组建铁路工会而入狱，而在罗斯福时代，总统甚至会亲自接见工会领袖。1930年代，德布斯的继任者诺曼·托马斯曾愤怒地评价道：“罗斯福正在一点点地实施我们的纲领，但他在实施的时候，却表现得好像那是他自己发明的一样。”
罗斯福对此从未反驳，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评价。当初德布斯竞选纲领要求将铁路、矿山、森林、油田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由私人垄断转为社会公有。法定的8小时，禁止童工，建立失业与养老保险，用大规模公共工程以工代赈解决失业，对富人征收更高税收。往后的罗斯福基本就是照着德布斯竞选纲领操作。1926年10月20日，德布斯因心力衰竭在疗养院平静去世，享年71岁。在他的家乡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5万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工人、农民、黑人和白人，在这位老爹的灵柩前痛哭。许多工厂在这一天自发停工，那些曾经被克利夫兰用刺刀驱散的劳工，在那一天用沉默展示了德布斯教给他们的最强大的武器——团结。